大家好，比特币这两天涨多了，又开始盘整，然后也是给大家交代了一些支撑位，比如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的支撑已经踩了两次0.22。那等下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位置价格不涨了，以及不涨盘整的买法我们要怎么判断，包括晚上也要去留意一下美国的 CPI， 长线的利润反正我还是继续在 hold。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其实短期价格涨多了，那有可能就像我们人类爬山啊，主力的资金也会累啊，它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盘整。那昨天给大家交代的支撑位，或者是等下来聊一聊盘整还有几个原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因啊，其实很简单啊，主力金鱼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的地址，感觉主力金鱼也是很坏哦，就是涨高了它可能不买，然后昨天下跌，5月12号，也就是早上亚太时间8点。这一根 K 线的收盘，昨天他们又买了1743枚的比特币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最近散户的钱包持有1枚以下比特币钱包地址，最近反而散户再买的时候，那有可能比特币主力就开始不涨了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有可能短线会不会在这边盘整，然后看会不会再涨。然后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这个位置开始在盘整？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指标。上涨的时候，其实该买的低点都在前面的底部啊。那现在涨上来，那一句话，风险是涨出来的，短线有可能这个位置会盘整，但是整个大长线，我的观点是还是尽量看涨。短线有可能这个位置会盘整，因为就是下方的一些指标，比如说 MACD 指标，它这个柱状空间价格在过高，但是 MACD 的柱状它是高点。比之前的高点更低啊。那现在在盘整，我们再留意一下，也就是比特币的这个 KD 指标，因为之前在80上方，它价格是一直往上飙，然后你回80的话，你要去留意，它有可能价格就会开始盘整。所以短期我们要留意第三点啊，就是 KD 指标不要再回80，回80那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盘整。然后晚上家人们也要去留意一下，也就是美国的 CPI 晚上亚太时间5月13号8点半的时候将公布，目前的预测值是在 2.4 左右，当然也是希望这个 CPI 赶快继续下降，因为之前来到接近3左右，那最近又下降到接近 2.4， 而且特朗普也是一直在督促美联储你应该要降息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热力清算图2周的这个数据啊。那最近盘整的原因有可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之前在涨的时候不是一路在逼空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这些区间啊，上面是当时是有一大堆的空单，有可能就是主力拉上来把那些空单给清算，然后现在盘整的原因可能就是下方也有一大堆的多单，比特币主力在这个位置有可能盘整，我也不确定它会不会继续往下洗啊。当然也要反一点，就是目前的位置，反正有可能就是价格空间继续盘整。那既然盘整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该买的低点都在这个下方，而且这个 Vegas 4个小时指标144黄金交叉576跟676，一般的经验后面价格都会继续再上去。不过短期它既然在盘整，或者是这2天关税，又有一些朋友在问那个消息，那我跟大家讲了，低位的时候都是非常多的坏消息，来到高位的时候又有一些朋友是听到那个关税是不是开始缓和了。我的观点是先不管这些，我们尽量看图表，因为消息有时候散户不会看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进入就是主力的陷阱，有时候真真假假你辨别不出它到底的目的是在干嘛，那有可能就是短期这个箱体盘整，它在这个位置跌破，或者是目前也不算跌破，它能回到这个区间里面，我们尽量观察，重心不要再下移，如果重心下移，那以前教过的方法，
如果有来到这个通道，或者是甚至有来到这一个576跟676通道，有可能就是买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那既然比特币在盘整，狗狗币短线也不知道聊什么，反正长线还是这一个看涨楔形。那现在涨到这个位置，支撑是分享了几天嘛？先观察这个 0.2， 如果要做多的话，我是选择看少量如果要再做的话，下方你尽量设 1%、2% 左右的止损，万一真的再跌破，或者是还有一个支撑，就是前面的这个高点 0.2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目前也是一样，涨多了有可能价格在盘整，那你尽量比特币也是在盘整，以太坊、狗狗币、其他的山寨币就是找支撑啊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